大家好，欢迎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今天为大家带来《熊家餐厅》第2季的4、5、6集。书接上回，时间飞逝，转眼间就只剩下7周了，事情还是很多，甚至连店名都还没申请下来，到处都要花钱。小唐脸色依然很不好，时不时还会犯恶心。卡米担心地询问他的健康，妹妹终于忍不住把自己怀孕的事儿说了出来。本来想请卡米保密，却被大家都听到了。Congratulations! I fucking knew it! 蛋糕小子告别瘫痪在床的老妈，在卡米的介绍下前往丹麦哥本哈根学习，住在一艘小船里，喂一只看不见的猫。老师是一名年轻的英国厨师，14年的厨师生涯让他经验丰富，而且他要求很严格。蛋糕小子不仅学会如何做果冻、冰激凌，还有各色的糕点，还有摆盘。同时他看到另一种工作态度，这位年轻的厨师告诉蛋糕小子，他曾经总想争第一，不仅压力巨大，还无法超越。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永远第一。看透这一点后，就学会了退而求其次，不仅放松了自己，还可以看到和学习别人的优点，不断进步的感觉更加令人快乐。当厨师的技艺纯熟时，考验的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了，而他们来自厨师自身所具备的知识维度。这番叙述令蛋糕小子受益匪浅。哥本哈根的生活简单而充实，闲暇时逛逛街，把吃过的美食记录下来，和悉尼通通电话。这种纯真自然的生活让蛋糕小子乐在其中。时间又过去了1周，6周后就是既定的开业日，可似乎一切都还没有头绪。辛尼带着娜婶儿尝试新菜，娜婶儿为了上课向卡米借了一把趁手的刀，没想到卡米直接送了他一把。这把刀让娜婶儿厨艺长进，获得了老师的夸奖。开心之余，又接到同学邀请，一起去酒吧喝酒。娜婶儿欣然前往，在酒吧高歌一首，震撼全场。伊博逃课后躲在海边抽雪茄，激烈的心理斗争着是该放弃还是继续学习。餐厅一片狼藉的工地上，装修工人们上班却在做三明治吃。卡米把时间都用在一遍一遍地寻找最佳动线，提高工作效率。吉米叔叔来视察进度，眼前的一切令他怒火中烧，认为干脆不用开业了，直接把这里当办公室租出去或卖掉比较好。在大家都无法插嘴的情况下，小唐秒变小甜甜，一副乖巧可爱的表示，大家都很无助。吉米叔叔决定自己去搞定那些装修工。临走时，小唐又跟吉米叔叔说起无法申请到烈酒许可证的事儿。吉米叔叔马上表示包在他身上。小唐不仅有决断，还很有手段，果然是项目经理的不二人选呢。辛尼忙着选餐具，卡米选的总是最贵的，这让小唐很反对。卡米找了一个由头就丢下大家跑了，偷偷约会克莱尔。表哥瑞奇让小唐头大，卡米让辛尼烦躁，两个同病相怜的女人坐在一起抱怨。小唐随口说出卡米正在热恋。卡米一见到布莱尔就聊得停不下来，虽然还未表白，但挡不住热恋中的两个人在搜肠刮肚兜圈子的聊天中寻找快乐。何况这对青梅竹马的青年有谈不完的话题。布莱尔说起读书时的卡米非常内向害羞，自己常偷偷观察卡米的一举一动。卡米说起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名服装设计师，所以在课本上画着设计草图。最后布莱尔就邀请卡米去参加一个聚会，卡米不好拒绝，一同前往。
在聚会上，感到拘束的卡米不断遇到老熟人，聊着聊着就越聊越开心，一直玩到散场。卡米邀请布莱尔去参观正在装修的餐厅。没想到进门就碰上妹妹和表哥在激烈争吵，卡米一张嘴就加入了争吵。原来表哥打算私自接邻居的店，被小唐和悉尼反对，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道德和实用主义的辩论。卡米最后不得不宣布下班来停止这场无休无止的争吵。众人走后，工地上瞬间安静下来。卡米和布莱尔两人终于有机会互诉衷肠。I was waiting for Richie on the roof. Come back tomorrow. What's going on? But I need my tools. Fuck your tools. Very well. Okay, thanks. Okay. 时间来到5年前的圣诞节，一家人还有亲朋好友齐聚一堂，家里热闹非凡。厨房里，卡米的老妈正在做饭，桌面堆满碗碟，一片杂乱无章，而且不停有人闯进来，到处鸡犬不宁。卡米想要帮忙却插不上手，不断压抑着烦躁的情绪。小唐偷偷倒掉了母亲的酒，母亲已经喝得半醉了，不耐烦地冲儿子们吼着。卡米无法忍受地离开厨房，哥哥和表哥跟了上来，说他们遇到了卡米暗恋的小妞克莱尔。在众目睽睽下被揭露隐私的卡米有种被恶作剧的感觉，他拒绝谈论克莱尔，但无法让哥哥和表哥闭嘴，于是面红耳赤地扯着嗓子争执着。直到母亲发疯地丢出一把勺子，才结束了这场如同吵架一般的聊天。汉子两兄弟一直在不停地找人兜售各种不靠谱的想法，试图忽悠一点零花钱。吉米叔叔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不想听他们胡扯，扭头就走了。表姐米歇尔的朋友史蒂夫觉得兄弟俩很有趣，为了玩个开心，满口答应投钱。表哥把怀孕的妻子安置在安静的房间里休息，妻子设想着未来的生活，希望拥有一所旁边有学校的房子。他从小就想摆脱酗酒的父母，所以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。安顿好妻子，表哥追上吉米叔叔，说想学做生意，因为待在三明治店没有任何前途，这个小破店并不能给他安全感，也没有可以安居乐业的收入。他希望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。精明的吉米叔叔看着这个废柴亲戚，不置可否地敷衍而过。卡米被母亲使唤去拿东西，迎面就碰上了哥哥麦基。麦基很想和弟弟好好聊聊，卡米直言不讳地表示，经过在外面的学习，自己的厨艺长进很大，希望回来和哥哥一起工作，在哥哥的三明治店工作。没想到一提这个，麦基马上岔开话题，他不想谈那家小破店，他希望聊一聊弟弟的生活，学习厨艺的生活，那种令人向往的、充满希望、光彩照人的生活。卡米简单的概括自己住在一艘小船上，喂着一只看不见的猫，并拿来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，随后就被母亲叫走了。麦基独自打开礼物，那是一张熊家餐厅的门面设计图，这令麦基崩溃不已。他何尝不知道弟弟最大的愿望就是和自己一起经营餐厅，这也是麦基最大的心愿。可事实上，那个不挣钱的小破三明治店就是现实击败梦想的一个陷阱，让人一脚踏入便无法脱身。每天重复繁杂乏味的体力活，拼命工作只能挣到勉强糊口的钱，更没钱改善脏乱差的工作环境，于心不忍，也没有能力换掉那些老弱病残的员工。这一切都死死地拖住麦基，他又怎么能让深爱的弟弟，这个有前途的年轻人回来和自己一起被现实毒打？焦虑如何搞到钱发工资，填补各种欠款。麦基不愿让弟弟知道他正在经历的这一切。
搞砸的不仅仅是麦基，还有他们的母亲。这个独自养育3个孩子的坚强女性早就在内心崩溃了，能够维持她的只有酒精，而酒精又在不断掏空透支她的健康。看着厨房里乱七八糟的一切，就如同生活一样，让她觉得付出了全部，却发现得到的全是糟心事一样崩溃。她弄洒了餐盘，冲女儿狂吼，自己恨不得拿枪崩了自己，以结束这个烂摊子。吓得小唐一边安慰着母亲，一边夺路而逃。客厅里，麦基正在兴致勃勃地和表哥一起讲故事。母亲的男朋友李不孝地打断了他们，趁这个老掉牙的故事早就听腻了，场面尴尬。表姐偷偷找到卡米，提出让她到纽约发展，到自己的餐厅工作。卡米犹豫着说自己会考虑。餐桌上摆起了丰富的菜品。吉米叔叔说起自己路过一家儿时去过的餐厅，那家餐厅飘出的香味勾起对父亲的思念，原来味觉也会有记忆。坐在旁边的迪芙妮扭头感谢吉米叔叔给了丈夫一个工作机会，这突如其来的感谢让吉米叔叔一脸错愕。表哥赶紧打断他，正当气氛尴尬到要爆时，吉米叔叔话锋一转，告诉迪芙妮自己确实给了瑞奇一个工作，不过不想公开此事。他婉转地平息了这场尴尬，帮瑞奇圆了谎。一桌盛宴准备妥当，大家都就座了，却没看见女主人的身影。老妈独自在厨房点了支烟，平息内心翻滚的情绪。看到卡米进来关切的表情，老妈终于忍不住诉说自己对这种生活的厌倦，喃喃说道自己付出的一切根本没有人在乎。是啊，她投入大半生的时间精力养大了孩子，努力维持着一个家的温暖，就如同这顿圣诞晚宴，虽然充满混乱和狗血，但这个女人依然能把一顿丰富的晚餐端上桌，给大家带来一个幸福的圣诞晚餐。可是谁又在乎她呢？卡米忙着安慰妈妈自己在乎的。妈妈反唇相讥，那圣诞节还得老妈反复打电话喊才回来吗？卡米赶紧说自己很高兴回来，可是这些安慰并不能治愈母亲。虽然她嘴上答应着自己马上会出去吃饭，强忍着满心数不尽的委屈和脆弱，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，破坏这个圣诞晚餐的气氛。她真的很艰难。为了平息这片刻的尴尬，她拥抱了儿子。留声机传出的歌曲烘托着她顾影自怜的残声。晚餐桌上气氛有些诡异，表姐提议让麦基来说餐前祈祷词，麦基直接说母亲的男朋友李会打断自己，吉米叔叔赶紧打圆场。表姐则转移话题问为何每年都要做旗鱼餐，李刚刚开口解释，麦基就把一把叉子扔了过去，打断了李。扔了一把不爽，又扔了一把，晚餐的火药味瞬间升级。麦基表示这里是自己老爹的房子，轮不到李这个毫无德行的家伙在这里说教。李也不甘示弱，指责麦基满世界骗钱开餐厅，不仅花光了老妈的积蓄，还向妹妹吉米叔叔借钱，结果餐厅开成一个狗屎。老大不晓得还要住在母亲家里，李的当众嘲笑让麦基忍无可忍的又拿起了一把叉子，大家都在拼命的劝解麦基。麦基看着妹妹近乎哀求的语言，含着眼泪攥着叉子忍了下来。表姐的男朋友却在这时候突然笑出了声，这一声不知有意无意的笑声却助长了李的士气。李挑衅的辱骂麦基就是个家里横的怂包、失败者。吉米叔叔喝停了李，大家陷入沉默。这时老妈终于出来坐下，表姐的男朋友开始说祷告词，这祷告词说的语无伦次，还又臭又长，听得我真想把他的门牙打掉。在这漫长、煎熬、烦躁的气氛中，每个人心怀各异的听完了这通废话后，
We love you so much. 小唐一句对妈妈的催促 You okay? Oh my God. Natalie. 又点燃了老妈的情绪。老妈怒吼着自己忙了一整天，现在大家连等自己一下的耐心都没有吗？ Okay. Fuck. 说罢就把碗砸了，愤怒地起身而去。 You. 而此时，这位李竟然冲大家解释道，这是女友最糟糕的一面。一句话让麦基把手中的叉子扔到李的脸上。作为男朋友，李就算不去厨房帮忙，这种时候不应该跑去安慰一下女朋友吗？竟然堂而皇之地坐在这里，高高在上地指责别人失态。麦基掀了桌子就要揍他，混乱中，母亲竟然驾车冲入了屋内。好的，本集剧情就介绍到这里。本季的高潮部分在第6集登场，这场精彩的圣诞晚宴把这个家的矛盾揭示出来，继父对麦基的态度，以及麦基在餐馆经营中的失败被当众揭穿，成了压倒麦基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卡米很希望和哥哥建立联系，就像小时候一样一起做饭，一起摆摊，可是哥哥却不愿弟弟看到自己的失败。这种作为哥哥的骄傲和对弟弟的爱，成了他无法对弟弟坦诚相见的负担。他的母亲像大部分母亲一样乐于奉献，但是他却不懂得如何照顾自己，一味的付出导致他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。其实他更需要一个善解人意、会照顾他、分担压力的男朋友。可身边的李却是一个成天惦记他钱的自私男人。他对儿子生意上的失败无能为力，对李和麦基之间的矛盾更是无计可施，导致本来应该一家人欢聚的圣诞晚宴成为一个粉饰太平的负担。表姐的男友是一个愚蠢的家伙，表姐更是一个喜欢在背后嘲笑他人的虚伪之人。吉米叔叔善良精明，表哥瑞奇是个深爱妻子的废柴老大哥。这一家人的圣诞晚宴把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勾勒出来。编剧通过表姐对熊的形容来形容熊家人，熊很善良，很敏感，忠诚无私，善解人意，善于共情悲伤。但同时熊是一种攻击性很强的动物，脾气暴躁。确实这家人非常感性，遗憾的是他们不懂得如何善加利用这份爱，使爱成为互相的支持而不是伤害。谢谢大家路过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，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